机智魔幻美利坚，耄耋双飞肩并肩，蓝星选举谁最颠？日本、印度把捉先。前两天，董王跟税王的首场辩论，大家都看了吧？观众们期待的慷慨激昂、唇枪舌战并没有出现，一个仿佛在梦游，全程语无伦次；一个没了往日的尖锐，扯轱辘话来回说的，令人有一种英雄迟暮、帝国末日的感觉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两个老棺材瓤子加起来都快160岁了，而且一个身负多项指控，一个儿子刚刚认罪服刑，就这还能站在电视机前卖弄风骚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看完这场100年对决，我本以为银将的大选已经天下无敌了，直到我刷到了三哥跟小日子的选举，我才知道那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三哥的大选是在今年的上半年，本来信心满满的老莫却迎来了一场大败。这个大败并不是说他没有选上，而是拿到的席位不够。印度选举组阁需要过半，即272席以上。之前2届老莫的印人党自己的席位都能过半，完全不需要盟友就能组阁，所以他根本不把其他的党派放在眼里。这一次老莫也是阴招齐出呀，又是找借口抓反对党的领袖，又是分反对党的账户，总之就是一句话，搞死对手，一举拿下2/3的席位。可惜天不遂人愿呐，投票结果出来后，不仅没有实现2/3的目的，席位还大幅倒退了，只拿到了240席，远远不够组阁呀，必须拉拢盟友。而被他打压了这么多年的盟友，老早就想进步了，于是一个个狮子大开口，什么交通部、农业部、水利部，哪个部门油水大就往哪个部门凑。老莫也只能咬碎了牙往肚里咽呢，好歹是把71个部长给选出来了。然而等他看完这71位部长的履历，老莫想死的心都有，因为印度法律规定，所有参选的人都必须强制披露相关犯罪信息，而且必须在就任典礼上写进自己的宣誓书上面。于是魔幻的一幕出现了，据印度媒体报道，此次选出的71名的部长里，竟然有28位部长身负刑事指控，其中又有19位的罪名里包括谋杀、谋杀未遂、强奸或者绑架。表现最突出的是内政部副部长班迪桑杰，他不辞辛苦，勇于犯法，一肩担起了42项的指控，同样包括了谋杀、谋杀未遂、强奸或者绑架。好家伙，一国部长竟然是一位十恶不赦的之徒呀！印度不愧为有管5常之一，实力全球第3，世界民主典范，内阁形势果然一片大好。而这仅仅是印度内阁的冰山一角。2024年印度大选，全印度参选候选人8360人，其中1643人有刑案在身，占比20%；有严重刑事案件指控的1191人，占比14%。人民院543名议员里，有251位已经庄严地宣布自己身负刑事案件，其中170人格外庄严，他们被指控重罪，三嫂看了都打哆嗦的那种罪呀。咱们可以举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，今年4月下旬，在卡纳塔克邦多个地铁站、公交站以及公园的长椅上，突然莫名出现了不少 U 盘，好奇的路人将 U 盘打开，结果发现里面存在大量的性暴力的视频，一名印度男子性侵不同的女性的视频竟多达2000多个。很快这2000多个视频在网络疯传，基于施暴者面对镜头不加掩饰的丑恶嘴脸，群众们马上认出了这名施暴者，真是印度人民党议员普拉杰瓦雷凡纳。始作俑者普拉杰瓦时年33岁，在印度政坛也算是背景深厚，是印度前总理高达的孙子。事发前这小子还在今年的大选中拉票，东窗事发后，普拉杰瓦直接飞到了德国，逃到德国前还一直试图狡辩，他坚称视频里是被人工篡改的，那意思很明显，要不是事情传播太快引起了民愤，老子还能捞个部长当当呢。一国选举选出这么多人中龙凤，国之栋梁，三哥不愧为宇宙第一大国。所以说你川普跟税王根本不必为自己的黑料而担忧呀，跟人三哥一比那都不叫事儿。而蓝星上唯一能跟三哥平一平的，恐怕也只有以变态著称的日本了。每年的6月20日是4年1度的东京都知事选举官宣的日子，这个东京都知事呢，就相当于咱们这里的
市委书记。东京作为首都，这个都知事呢也算得上是省部级的官员了。然而，如此重要的职位的竞选，竟被小日子完成了不堪入目的娱乐节目。据说呀，今年的候选人人数史上最多，达到56人，而且是群魔乱舞，各显神通。据东京都选举委员会介绍，候选人的背景五花八门，不仅有现任和前任的市长、前国会议员等专业人士，还有来自各领域的业余爱好者，比如人工智能的工程师、医生、律师、主持人和喜剧演员等，甚至还包括了被告。你比如名为和和悠悠的竞选者画着小丑妆，他提出日本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，促进夫妻之间的和谐，也有助于生育率的提高。竞选海报里，他把自己打扮成了变相怪杰，电视节目上场，他各种打滚大笑不止，把后面的手语老师给憋坏了。据说这货呢，之前还曾当选过埼玉市的议员，现年31岁的内野爱里为最年轻的候选人，他也是最炸裂的一位。一开始，这位内野同学除了说话嗲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やっとみんな会えたね。结果说着说着，这姐们儿呢话锋一转，突然表示自己因为紧张和天气炎热而感到非常热。说完，她当众摘下了眼镜，解开了衬衫的扣子。后面的手语老师以为这犊子走错片场了，怎么把咱们大和民族的国粹都搬上来了？结果脱下衣服后，她大声宣称自己不仅可爱，还非常的性感，在镜头面前各种搔首弄姿。她这要是当了知识，东京估计就更热了。所以，为了保护好东京人民的贞操，东京政府规定，候选人需要先缴纳300万日元的保证金，以表示严肃对待此次的候选。如果最终选举票数达到某个法定的比例，则保证金可以返还，没达到就会被没收。但就这也阻挡不了小日子们卖弄风骚的热情。所以说，跟三哥和小日子相比，老美的大选奇葩程度简直就是纯洁的幼儿园的水平啊！